前几天我们去陕西五丈原，看到了诸葛亮去世的地方，他是在北伐途中积劳成疾。说到北伐，还得说一个人物，就是诸葛亮的徒弟姜维。在诸葛亮去世之后，姜维呢继承了诸葛亮的遗愿跟心愿吧，也是一直致力于北伐。他的北伐次数比诸葛亮还多，不过同样的是非常可惜，也失败了。那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姜维的老家甘肃天水，这里有一个姜维墓，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姜维以及姜维北伐的故事。姜维字伯约，甘肃天水人，三国时期著名的蜀汉将领、军事统帅，杰出的军事家、政治家、文学家。姜维一开始在诸葛亮北伐时还是魏国的将领，只不过呢，他不得已投降了诸葛亮，被诸葛亮重用，算是被诸葛亮收为徒弟。诸葛亮去世之后，姜维呢在蜀汉开始崭露头角。在费禕遇刺之后，姜维开始独掌军权，继续率领蜀汉军队北伐曹魏，与当时的曹魏名将邓艾、陈泰等多处交手，互有胜负。在诸葛亮死后，姜维北伐的次数大概是11次。不过呢，他的北伐到了后期呢，遭到了蜀国大臣的多数反对。自从诸葛亮去世之后，蜀汉也好，东吴也好，已经没有人能够对魏国产生威胁。在差不多20年的时间里面，魏国的实力、国力是日渐雄厚，节节攀高，而蜀汉、东吴是日渐衰落。在公元263年秋天，魏国举兵攻打蜀汉，打响了三国统一之战。当时是命邓艾和钟会分别率领大军进攻蜀汉。不过由于蜀汉和曹魏实力相差比较大，姜维等人算是节节败退。不过呢，姜维得到诸葛亮的真传嘛，他能力也比较强，他摆脱了牵制自己的邓艾等人，退守剑阁，就是我们常说的剑门关，以便阻挡钟会大军。其实剑门关在中国古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啊，它是诸葛亮修建的。在中国冷兵器时代，剑门关从来没有被攻破。正常来讲的话，蜀国守住了剑门关，等于就守住了他自己的国家。但是万万没有想到，邓艾呀却从阴平偷袭成都，也就是说，他通过小路绕开了剑门关，直扑成都。当刘禅得知魏国的军队来到成都这里之后，他就准备投降。其实当时反对的人很多啊，但是刘禅坚持这样做。其实从那个时候到现在，一直有一种说法，刘禅如果坚持，可能不会那么快被灭，因为当时邓艾偷袭成都所带的部队只有3000。你如果说等等其他方面的部队来到成都之后，邓艾呢他可能会失败，但是呢没有如果，刘禅呢还真的投降了。他投降之后，命令姜维向魏军投降。当时姜维得知这个消息特别痛苦。邓艾还是钟会跟姜维说你们国家灭亡非将军之过，而是后主刘禅无能。那没办法，姜维只能投降。不过呢，姜维他这个时候发现魏军的那个大将钟会好像有野心，他又想反抗司马昭，于是呢，姜维呢就假意投降，打算利用这个。但是后面被司马昭发现了，最终无力回天，姜维和钟会两人呢皆被魏军所杀。姜维听说是被五马分尸。姜维去世之后，他的墓有好几处，一处是在四川广元的剑门关，还有一处是在他老家甘肃天水的甘谷。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姜维的老家。为什么会在他老家有一座墓呢？据说当时姜维被五马分尸之后，他的一些属下秘密的收取了姜维的一部分衣服、遗体等等，来到老家安葬。所以这里可以称得上是墓，也可以称得上是衣冠冢。由于历史太悠久，剑门关这个墓不知道是真墓还是衣冠冢，因为剑门关的这个姜维墓呢，也是经过几次搬迁。来到了姜维故里，我们就去姜维的墓冢看一看。现在这边呢，已经单独修了一条路供大家去参观，还是挺方便的。这里到处也是果园呢。在天水这边，它的苹果比较出名，
你如果到了7、8月份的时候，在甘肃国道上旁边行驶啊，能够看到很多苹果。前方就是姜维的墓冢，这里看起来比较简单，只有一块墓碑以及后面的墓冢。这个墓冢看起来也就是3米高左右，比较小啊，当然也是经过修缮的。姜维这个人历朝历代啊都有文人墨客对他进行评价，也包括当时的诸葛亮、邓艾等人。诸葛亮作为姜维的老师，他把很多东西都传给姜维了。他对姜维的评价是：姜伯约钟情时事，思虑精密。当时的姜维对手邓艾说道：姜维自一时雄俄也。还有人评价过他是又一个孔明。所以说大家对姜维的评价是非常高的。姜维还有2点是非常值得人们尊敬和称颂的。一点就是他继承了诸葛亮的遗愿，一直进行北伐，希望能够完成恢复汉室的愿望。还有一点，姜维跟诸葛亮一样，同样是非常忠心。尽管说蜀国灭亡了，姜维呢还想尽办法想要恢复蜀国，只不过呢两者都失败了而已。但是他的这个精神呢，还是让人非常敬佩的。姜维的品质是让人敬佩的，但是他的北伐在历史上人们对他的评价不高。诸葛亮的北伐可以说历朝历代对他都是称颂有加，他最终是病逝于北伐的途中，在陕西五丈原留下了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千古绝唱，可以说最后是一个悲壮的结局。而姜维呢，人们对他的北伐确实有争议。诸葛亮的北伐，他每次呢感觉都是有所控制，因为诸葛亮知道蜀国的实力比不上曹魏，他只能挑选一部分力量去进行北伐。其实当时诸葛亮尽管说是要恢复汉室，但是诸葛亮可能自身也知道他蜀国没有能力，他北伐的原则最终目的呢，很有可能就是抢夺有利的土地以及人口，因为蜀国的人口相对来比较少嘛，而曹魏有人口有土地，实力才那么强。但是姜维就不一样，他的北伐呢，基本上是结合了蜀国的全部力量。那我们说的简单一点，他是北伐；说的难听一点，就是劳民伤财。在古代冷兵器时期的战争，基本上是杀敌1000，自损800。魏国的实力和人口比蜀国多，他失败一次没事，但是蜀国呢，很有可能就会伤筋动骨。所以说，他失败一次，对蜀国的力量呢就削弱一次。刚才我们说了，姜维到后期北伐是遭到蜀国大臣的全力反对，这是有原因的。在诸葛亮时期，曹魏取代汉室没有多久，诸葛亮能够打着恢复汉室的口号进行北伐，当时蜀国是全力支持的。但是到了姜维时期，曹魏已经统一北方，并且呢，他们对关中的治理呢也是取得成效，非常稳定。那这个时期，曹魏也好，蜀国也好，他们老百姓呢，经过长时间的战争啊，已经厌倦了，希望战争停止。那么蜀国的皇帝刘禅以及大臣，他们也对姜维一次次北伐产生了厌倦，因为北伐你没有带来成果，反而消耗了蜀国的实力，那么肯定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的。从而综合多方面来讲，姜维的北伐一定是会失败的。我们给姜维、姜大将军鞠几个躬吧。姜维、姜大将军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喜欢三国或者喜欢姜维将军的朋友，可以来到甘肃天水甘谷的姜维故里，或者是四川广元的剑门关看一看，可以来祭拜一下他。那么这个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